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朋友丽丽的生酮饮食的故事。我的题目是改变你的生活，生酮饮食。好，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丽丽。我们一起长大了，一起上了小学、中学、高学，现在一起，甚至连一起上大学，我们一起过得很开心。但是一直有个问题挂在他心上，一直有心上的问题，他的体重。不仅有体重让他很担心，而且他肚子上的肥让他非常不舒服，所以他嫌心情不好，每天心情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的身体很累，没有活力，而且他睡不着，可能是他觉得他运动他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再说，虽然他减肥了那么久，但是他只发生过暂时的效果，他的皮肤不好，一直发生问题。最后他总是很饿，因为他要吃少，为了减肥他要吃少，但是他一直很饿，也有其他的让他很烦的东西的事情。实际上这些计划都有害于他的身体。那 OK， 我们看他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和看法，让他不能减肥。首先他一直跟我说，一直挂在他嘴上的就是我买不起健康的菜啊，被欧联我没有钱，我们都是大学生，没有钱买健康的菜。我们固然很年轻，没有这个工作，可能买不到质量最好的，但是我们还有选择。因为他的看法，结果他要么去吃快餐，要么叫外卖，或者在餐厅吃饭。其次，他也认为健身重要于饮食，因此他的身体很弱，因为他吃得不好。最后，一直挂在嘴上的是少吃就会变瘦。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可以，但是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又发胖。那这些看法都不是从自己出来的，而美国健康的教育则教了我们这些事情。根据美国健康教育表示，油脂对身体不好，我们能少吃油脂就少吃油脂。那我们会多健康一点。我给你们一点的历史吧。1984年的时候，一个研究者在讲为什么美国人突然发生很多的心脏病例，为什么有很多人有心脏病。结果他做的研究让他认为多吃油脂有害于身体。油脂就是人的对人。结果美国的健康教育鼓励大家多吃糖类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胖。那我朋友丽丽的答案呢，就是生酮饮食。生酮饮食是什么呢？那在这个吃饭的做法，你多吃油脂和吃了一般的蛋白质，然后你少吃糖类，最好吃的糖类就是健康的糖类。你永远不吃精致砂糖，因为这
真的有害于你的身体，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需要保护，你一定要好好跟着这个过程。那我给你们一个例子，你要吃多少？那算卡路里不是重要的，你不应该数卡路里。那我们看一整天吃的饭里面，油脂应该占65%左右，还有你吃的鸡白质蛋白质应该占30%左右，然后你的糖类可以占5%左右，5%到15%就可以。重要的就是你多吃油脂，少吃糖类。你为什么要多吃油呢？因为现在大家，如果你多吃那个糖类，那你的生活用糖类做 energy 我搜索一下做 energy。那如果你在用油脂，那你的身体会用油脂，用完了之后会用你肚子上的肥和身上的肥做 energy。那生酮饮食不等于喝油，那你能吃什么？我们一起看。那我给你一些例子。那糖类里面都有很多非常健康的蔬菜，有可以吃的蔬菜和不可以吃的蔬菜，这不是所有的，但是这是一些例子。那你有白菜西兰花、菠菜黄瓜什么的。那在你的蛋白质里面也可以最好的蛋白质就是有很多油脂的蛋白质，比如说鸡蛋、培根火鸡和很多的鱼肉。最后油脂一些例子就是奶酪、黄油、不同的油，比如说橄榄油、那个酸奶和不同的菜。还有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的话，你可以暂不用量创作你可能想念的一些饭，因为现在你习惯于不太甜的饭，比较喜欢后味，那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菜。比如说你看有一些例子，有比萨饼，有蛋糕，有一些甜点，但是这个有很少，这些没有糖，有不同的东西让它甜。那你可以上网找食谱，有很多的食谱。如果你不吃生酮饮食，也可以上网找一个新的食谱来尝一个新的菜。那我们看丽丽的效果呢？丽丽的效果，她以前写的一些事情，你看变得怎么样？她的心情很好，现在有活力了，不是很累的，再说睡得很好，因为没有躺在她的血里面，她有长期的效果，它以前有暂时的效果，而现在则有长期的效果。再说皮肤变得很完美，你看它，因为你多吃油脂的时候，你的皮肤要的是油脂，所以如果你吃了会让你的皮肤很好。比如说 collagen 就是个油脂，对吧？那这个对你皮肤非常好。但说它吃饱，因为吃油脂的时候，你不是要不断的吃，你会感觉很不舒服。那你的身体告诉你，
我吃饱了之后就不吃了。他不是总是吃小吃，因为他吃饱了一直很满意。那一些也有更多的好处。他不想念甜点，他回家的时候他过一个冰淇淋店或一家 donut shop 的时候，那他不想念，虽然他觉得味道很好闻，但是他不要吃，因为他想太甜。还有他学了烹饪，他觉得他终于当了一个成人，因为他学了一点烹饪，因为大家没有他可以吃的饭，所以他学了很多他觉得怎么做饭。再说他穿得更漂亮，因为他觉得他买的衣服更适合他的身材。下一个，现在在他的眼中，后味好于甜味。甜味现在让他想吐，真的太甜了。有的时候，如果他想尝一点不太，那就可以。但是多吃甜味，他就受不了。那可能是对他最重要的效果就是他瘦了40斤，40斤非常好。还有是一段没有花那么多时间，但是这个还是很健康的因为他不会再发胖。健身资源，在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，你不是需要每天健身才能减肥。一开始很严格，觉得我怎么永远不吃那个甜点呢？但是过了几天后，一点都不吃力了。这是我的词典，希望你们喜欢了我给你们分享的一个故事。谢谢你们观看，再见。